演戏你在演别人，你可能演了一辈子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的本名叫什么，只知道你戏里那个角色。那主持人永远都没办法做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捧别人，你要调侃自己。只有歌手才是真正的自己的一个样子。虽然说过去有经历过一些不是那么圆满的啊，也可以说是创伤，但是对于爱情这件事，基本上我还是充满着期待的。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人那些事。我是简小豪，我是陈子。这个礼拜我们没饮料喝，来5开头的给我通通过来。5开头的饮料店，赶快就过来就过来。对，吃完了通通可以摆上来。上一集我们聊到的是5566不能忘，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他们当初的这个团长、队长，他们的灵魂人物。对他来说啊，其实过去孙协志一路走来，大家也许会觉得说啊，他过去可能是奶油小生帅帅的那一型，然后到后来演本土剧，然后我不说，然后到现在就是这个有综艺节目嘛，这一路走来，孙协志看似好像都蛮顺风顺水的，即便是556解散之后，但是没有人知道，其实他在过去曾经度过好几次的人生低潮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以为他也算是一路顺风的。但他是台语歌手，我知道啊，我的印象就是他就是选秀节目出来的台语歌手。哦，你这样知道我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他的背景跟棉花月有关系吗？我知道他的亲生爸爸是陈胜福的表弟还是堂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候你出道不是先出台语专辑吗？听那时候大家都封你为台语小天王，其实你是红的。然后你在这么红的状态之下，你怎么想要加入这个偶像团队？那当时他在唱台语歌确实也蛮受欢迎的，这个我自己知道，我很感谢。可是我也没有想过说自己后续还能做些什么，只是因为当时就碰到一样嘛，就当兵魔咒嘛。那回来之后也有2年多的时间，什么工作都没有。那我就觉得，确实我在当兵这段期间，在义工队也学了很多东西，包括跳舞，包括怎么整合，包括服装道具，包括怎么搭台，我想好像可以弄到演艺事业上。那我就想说，可以尝试看看。受兵就没有办法。当兵魔咒我来看看有谁哦？你不觉得欧汉声、林志颖本身也是吗？林志颖算吗？他也是当完兵之后，我觉得就是声势没有办法跟前面的比，他的销售成绩也没有办法跟前面的比。所以当兵就是这么的可怕。那你当初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？还好，还是因为你经历这一段，你的演艺生涯就中断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到现在还在演艺圈里面。哦，对不起，失敬。我都一直在浮沉，上不去也上不来。对，只是当兵的时候可能潜最下面，当完兵之后稍微上来一点点。所以你现在是浮游生物吗？差不多，只是从来没有出过海而已。我都一直在，我一直在。对，只是孙协志更厉害的是，他曾经下去过又上来。那一段过程，就是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，他其实心里蛮难过，所以他满心期待，就是退伍之后要跟经纪公司说，我主持也可以，然后幕后工作也可以，或者是说，我继续唱歌，通通都可以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大崩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到经纪公司嘛，然后说，我回来啦，然后可以帮我接工作啦。经纪公司就跟他说，好，没问题。可是都没有下文。然后他回去等2个礼拜之后，又在讲说，有没有工作可以做啊？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尝试啊，主持什么时候样行，你再回去等消息。结果没有想到一等就等了2年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真的明白的问经纪公司说，可不可以帮我接工作？因为一直在吃老本不是办法嘛，那也会焦虑，也会慌张。后来经纪公司就说，好啦，我坦白跟你说。
公司对你没有想法。当时孙协志也问经纪公司说：“哎，那我们可以解约吗？你没有办法用我没关系，我可以去外面再找机会嘛，总有自己的一片天。”结果还不能解约哦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不是在孙总底下的，还不是。那不能解约之后，你看哦，他又没有工作，然后又合约又没有办法终止。我只能真的打工要不然怎么办？他也没办法去打工啊。你知道他那时候就是因为原本有赚一点点钱嘛，所以他光是每一天他要过得斤斤计较，买1桶的矿泉水，我不知道是1桶还是1瓶啦，他讲。就说要分好多天喝，然后没水了之后就去家里楼下的银行去饮水机装水。好惨哦！好惨哦！花多久时间才改善他这个？因为他大概有2年的时间吧，就一直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那应该就是叫精神病发作。对。然后后来他本来想说这样不行，这样下去真的不行，所以他就是到经纪公司决定要跟经纪公司说，我就是要解约，我想办法就是要解约。结果他在这个进到经纪公司前，他遇到他的贵人。孙总说了些什么呢？孙总当时就问他说：“哎，协志，对，最近好不好啊？过得怎么样啊？”他就很老实说：“我真的不好。”对。然后孙总就说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好，一问之下才发现原来是这回事原来是当兵。孙总就跟他说：“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回家，我来解决。”孙总好霸气哦，我来解决。他真的就回家等了。然后过了2天之后，孙总打电话跟他讲说：“协志 ，OK 了。”我处理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原来是孙总把他的合约整买下来。天哪！孙总蒋总，怎么样？需要什么提醒？可以把我的合约买下来吗，蒋总？我可以先买我自己的合约吗？自己赎身来不及，还买你的？开什么玩笑？蒋总很霸，孙总很霸气耶。孙总很厉害耶，他就这样子从他一个跌到谷底的一个过气的台语歌手被拉起来，竟然变成了唱跳偶像。哇，真的是，你说人生当中什么时候遇到贵人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也要感谢孙协志自己，他就是应该是很热爱这份工作，所以他没有放弃掉。你知道，因为孙协志知道自己有跌到谷底过，所以他后来就是在做男团的时候，他是格外的拼命，不只是在556的所有的排练过程当中，他真的是拼了自己的老命。他甚至连当时在主持综艺节目的时候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吞油锅吞剑，样样来。但我虽然跟孙协志不熟，但是我们曾经录影过一次，他来上冰冰秀，然后他当来宾。那在你主持他对，然后在你看空档时间，大家一定会闲聊嘛，但你会感觉到他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架子，他就是真的像朋友这样子，会跟你聊天，然后你问他问题，他基本上也是有问必答。所以你跟他变朋友了吗？很可惜啦，我这个人是比较害羞一点点啦。我想说，我们毕竟都是你知道演艺圈的人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好了。虽然我还是维持在荧光幕前，一直都有在曝光，可是我没有固定的作品，我没有没有多的收入，我一直在吃老本，我过得很辛苦，所以我一直尝试着想要做点别的东西，开公司也赔钱或什么的，然后感情上就婚姻也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看到我现在很好，但我前面有花了多少的时间经过这个不好的阶段？那对我来说不好很痛苦，但是他是在成长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个说法说孙协志很龟毛，很难搞。为什么？真的外面就有这样的传言哦，就是说这个孙协志这个人很难，很啰嗦啊，然后要求很多啊，然后毛一堆啊。其实大家毛不多，有人有这样的说法。头发你很失礼耶，你真的是难怪人家不跟你当朋友。因为我都摆出重点了，对。你有点汤哦，汤，好毛很多，然后嘞，对，然后有人就讲说，是不是孙协志就是很难搞的一个男艺人？但他说其实不是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的危险性，他知道有些事情能做与不能做，或者是说，身为一个演艺人员，虽然我要带给观众欢乐，但是我还是不能把我的来宾放在位置，所以他其实有几项坚持，他是一定要求综艺节目的制作单位是一定要遵守规则。我又是一个很古摸的一个个性，就是我说我有几个原则。我说第一，危险的事不做，不论是我或是来宾，不要。为什么要上个节目要搞到有生命危险，或是要去做那些很危险的事？第二，弄脏我不要。但弄脏并不代表说我很大牌，就是不想把事情，而是我
觉得做节目不是把艺人搞得很惨很脏，比如说过去我们都做过啊，面粉跳到面粉堆，跳到泥巴堆，整个汤面到头上，谁没做过？我们都做过了。但那要干嘛呢？我真的不懂那个意思是什么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不用弄脏自己，也可以让节目做得很好，只要你的内容做得很好，然后人是有内容的啊。第三，不情色。所以你如果自己愿意穿比基尼，讲了你也要穿，你说啊也不是，但是那 OK， 你开心就好，但拜托小心不要走光就好。那我自己是很抗拒，就是玩一些比如说游戏是有情色动作的，或者是要弄一些怪怪的东西，我是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很感谢制作单位当时会愿意接受我这几个条件。那事实也证明，台湾的观众还是很棒的。像刚刚说的，就是他的主持工作嘛，他其实就很拼命。然后在5566的时候呢，他也是练团练得非常勤。但是主持、演戏，然后还有这个唱歌，他样样来。但是他还是有说，他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又要再次跌倒过。为什么？他都很顺啊，都有婚姻大事啊。我看了一下网络的那个留言，我不知道你觉得他这句话是站在哪一边的呢？他说孙协志人生最大的损失就是让韩瑜跑掉了。他其实还是很爱韩瑜，我觉得，就是在离婚的那一段时间，他还是很爱韩瑜。但是有些时候婚姻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在已经没有所谓的交集的状况下，这已经无关乎爱与不爱，但是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面临到你们两个必须要分手。其实当时他的离婚消息一公布，我很生气。因为所有人没有办法想象吧，看起来一直在放闪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因为我还亲自见证他们两个人。你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哦？他们去公证的时候，我们刚好去采访，完之后呢，他就马上现场就发喜。哦，你还吃了他的喜饼，所以我才怎么会这样？很震撼。那你我想说，应该不是我带赛吧？那你现在回想起那块饼怎么样？大概都消化差不多，卡在肚子里头，有点难过。那4年的婚姻其实就是说散就散。那有很多的说法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因为他开公司，然后财务的状况，或者是说什么？但是孙协志说，这是他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一块。有人说啊，因为孙协志他就是生下妈妈，对。那有人讲说，是不是因为孙协志太过于妈宝了？婆媳关系是不是？这真的不知道啊，因为他们也没讲内幕，我们就只能说就旁边的这些花边的一些消息，对，有说是婆媳关系，对，没错。有一个说法是财务状况，然后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因为他太过于关心自己签下来的女团，对，没错。可是我个人觉得啦，孙协志应该不会是劈腿的那一种人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在。你看结婚后，他就自己有公司嘛，然后要去，我觉得应该是在冲事业的那一段过程当中，可能就心比较没有在女方身上吧。那女方毕竟也是艺人嘛，我觉得她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，那会不会比方说，这是一样嘛？你另外一个场合工作久了，然后两夫妻如果真的没话讲的话，自然就是感情我会比较淡。我觉得这都是很多原因，这都是他们自己两个才知道。其实坦白说，外人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原因。但是孙协志有说，就是在离婚过后，他过着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他有捶墙壁，然后他不愿意出门，他爆哭，然后最后他甚至是用一种很自虐的方法来自我疗愈，因为他都不出门嘛，然后他也不管公司的事情嘛，他有意识到说，我再这样子下去不行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怎么做吗？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没有办法这样做。他重回日本，然后去他跟他前妻一起去过的每一个景点跟角落，然后去把所有当初快乐的情景都回想一遍，这很自虐哎！天哪，我只想到他怎么这么有钱啊？点不一样是吧？来给我一个赤裸裸的白。哇，还要花钱再去走一遍？那请问他走完之后疗伤疗好了吗？他就有比较释怀一点。
好，那因为孙协志呢，就是在经历过各种低潮之后，所以目前为止他还是有主持工作嘛。那加上上一次跨年的时候，我们去现场转播，其实也有他们的表演。是。对，那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他其实对于自己还是很要求，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要唱跳。那你想他的那个年纪，那个时候又是在全台湾最低温的状况之下，他要做这些活动，所以很多人就在问他说：“那你主持啊，或者是演戏啊，或者是唱歌，你到底最喜欢哪一个呢？你猜他会最喜欢哪一个？”现在讲主持吧，在唱歌、主持、演戏这三者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啊？有没有？其实各有各的很棒的，就是其实3样我都蛮喜欢的，因为主持是非常欢乐的一件事情，你尽全力去捧别人，然后调侃自己，你可以把所有想到的梗，只要不伤害人的都好，拿出来玩，它就很有意思，就很舒压。演戏呢，你在参与另外一个人的人生，其实很过瘾，在演戏的过程当中。那当歌手呢，又很做自己，就是说你在诠释这个歌，你在舞台上，然后那个回应是最明确的。当你唱完歌，诠释你的心情，一唱完，台下马上给你掌声、欢呼声，那个感觉很快乐。3个都很棒，但是你硬要我选，我应该还是会选当唱歌吧，当歌手，因为毕竟进这一行，我就是以歌手的身份进来。我说真的，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要演戏，有一天会变主持人。到现在，然后什么都接触。其实像孙协志经历过人生的高潮迭起之后，他其实常常去学校跟人家演讲的时候，他都会说，你不要觉得演艺人员就是一个非常崇高、不会饿死的一个工作，或者是锦衣玉食，或者是不会犯任何错误。没有，他们也是人。是啊，他们也会犯错误，但是因为他们有社会责任，他们是公众人物，所以他们一定要以身作则，把自己做到最好。我觉得不简单了，辛苦了，协志。辛苦了，协志哥。对，加油！再来，我们就要帮自己就是祈福一下。好，希望下一次有饮料可以喝，好渴。好了，下次欢迎往事干杯，请来赞助。下次没有饮料的话，我们就先自备白开水。好，和往事干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想看最新影剧话题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